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探路者，进入你的世界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去屏东的部落以及屏东林试所参访。不知道这一次能够找到什么新的植物，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我们首站呢，来到了屏东的林试所，这边有很多平常不能够采集的植物可以观赏。所长呢，也允许我们这一次采集一些回去试试。园区平常呢没有对外开放，那这一次呢，因为我的采访工作可以进来到这边参观，也让大家看看这些特别的植物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台湾山茶的育苗，这里是使用一叶插的方法繁殖。台湾山茶呢，它是台湾茶树的原生种，是从冰河时期留下来的绝移植物。目前在屏东林试所有在培育以及研究，在市面上呢也可以看到野生茶的贩售以及野生茶的茶树。野生茶的茶树呢，在野外甚至可以长到20公尺高，是非常珍贵的台湾原生种植物。这一次来到这边呢，比较特别的植物是屏东花椒。那它是屏东特有的原生种植物，也是六龟地区种植的品种。那它又称为雾台花椒。那它全株呢带有辛香味，在部落呢是被当作香料来使用。那它与我们平常用的胡椒呢是不同科的植物，它是属于芸香科的植物。这个植物呢在外面可是比马告还要稀少的。我们这一次呢，也采集一些屏东花椒回去试试看它的味道。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呢，它是台湾天仙果，也就是羊奶头的育苗。它本身呢是很有名的药草，在这边也有做培育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呢，是非常有名的鸡角刺，它又称为阿里山蓟，是非常有名的药材，那也是台湾的国宝植物。目前南台湾呢有许多的推广种植，一般民众呢会将它晒干，用来煮水强身。也因为它的药性，在市面上有许多相关的产品。它的叶片呢是格直的，并且布满着硬刺，采集时呢，如果不小心就会受伤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也会采集一些回去煮汤，试试看味道。我都要这样拿，因为你看我的手。10大功劳也是很刺。那我们看完了林试所里面珍贵的植物之后，我们现在要继续前往神山部落来探索了。希望能找到一些没有看过的植物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呢，是蒲矾，那它又称为小构树，它是台湾的原生种植物。那它的用法呢，跟特性也跟构树很类似，而且它的果实呢比较小颗。我们来吃吃看它的味道怎么样吧。这个野构树的果子，然后就吃吃看呢。我觉得比那个平地的构树还好吃。在山里面可以看到。这可以就直接吃了吗？对，这可以吃。野构树，野构树，甜甜的，好有趣哦。对不对？蛮好玩的哦。下雨天吃个果子，就像这是浆果类吗？对，它浆果。在部落的外面呢，你可以看到许多的可食食物种植在房子旁边，例如佛手瓜，它就是俗称的龙须菜。也可以看到部落的小米以及晒干的稻穗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呢，是排湾族最重要的谷物之一，它是红藜。它的种子呢，你如果使用微距镜来拍摄，很像一朵朵的小花，非常的美丽。那红藜除了它的种子可以食用之外，红藜梗呢拿来煮茶
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材料，它合起来呢会有类似玉米的味道，煮汤呢会有很好的效果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长这么高的刺葱。刺葱呢，它又称为石茱萸，它是部落里面重要的植物，大多生长于中低海拔的山区。只要摘几片叶子下锅呢，就能够增加风味，几乎是家家必备的植物。我们这一次呢，也采集一些回去试试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是园艺里常见的四季秋海棠，它是很有潜力的食用花卉。那它的花呢，还有叶子都有清爽的酸甜味，非常适合制作凉拌以及甜点。那它其实是原产于巴西的植物，是由日本人当时引进台湾的。但现在台湾呢，在500公尺到1000公尺的山区都能够见到它。它是重要的野外求生植物，你可以在缺水的时候利用它来求生。我们这一次呢，也采集一些回去试试看它的味道哦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呢，是蜜花苎麻，它是常绿的乔木，常见于低海拔的山区，可以作为水土保持的绿化植物。那它也可以制作纸张以及绳索。它的嫩叶呢，可以用来养家畜，也可以作为野菜食用，带有清香。那它的根部也可以入药。它的果实呢，有一股茶香，可是这次没有结果，所以我们这次就采集一些叶片回去试吃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呢，是俗称为羊脂酥的彩叶草。那它是常见的园艺植物，在民间呢，常用它作为药用的植物使用。但是因为食用必须有一个剂量，所以需要有相关的医师评估用量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就单纯介绍不采集。这是黄水茄，它是一种有毒植物，也是中药材之一。它是茄子的祖先，在排湾族呢，还有鲁凯族，它是属于贵族的头饰花材。那今天呢，也一起介绍给大家认识。在外面见到它呢，不要自己乱吃哦。看到的这个植物呢，是包槟榔常见的老叶，它叫做老藤，它是胡椒科的植物。那它的花呢，以及叶片都可以入药，因为它有辛辣的香味，还有苦味，有一种提神的效果。它也是部落里重要的植物，用以增添食物的风味。我们这一次呢，也采集一些回去吃吃看。我们上次看到的铁炮百合呢，在这边看到了开花的植株，非常的美丽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采回来的野菜，总共有6种野菜。那首先呢，这个就是包槟榔的老叶，那它跟甲菊呢是同一科的，所以我们应该会学甲菊的方式，用炒蛋的方式来制作，闻起来就是槟榔味。然后这个是庭花苎麻，庭花苎麻听说可以当成一般的野菜炒食，那我们就炒蒜头试试看。然后这个是非常香的刺葱，手摸起来你就可以闻到它的香味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炒肉应该也蛮好吃的。那如果有肉就炒肉，没肉就炒蛋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很有名的鸡脚刺。鸡脚刺呢，想说它很多人都拿这个来煮茶喝啦，因为它有一些疗效。那我们就拿它煮茶喝看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去那个生物多样中心拿给我们的，这个是屏东胡椒。那听他们说，在当地的吃法呢是直接煮茶喝，或者是加成佐料这样子，因为它有一个香气。那我们把它煮茶喝好了，看它味道怎么样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秋海棠。秋海棠呢，听说可以当成生菜沙拉，就像腌小黄瓜这样子。那想说直接吃生菜沙拉，我们就是把它用一些生的来吃，然后一些拿来炒，有2种吃法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料理咯。
炒青菜。它花留一个2朵生，而且你要主次上场。好的。要不然你留一些主次上场。然后我们这边到红豆。融化了，可是它比较适合当生菜，很强烈的香味，然后那个槟榔啊，就保利达那个，需要生的呢。好，那我们已经煮好我们今天的野菜，那我们有喝的有吃的，那我想要先从生食，这个是那个秋海棠，对。秋海棠的话，听说它是用凉拌，所以应该生食应该也蛮好吃。直接吃哦。对啊。我要选小颗。听说酸，听说酸酸咸咸的呢。可是这里面有那个花药。好，那我就吃这个了哈，一个小爱心。咸咸的吗？酸酸的吗？像莓果。它好好吃哦。秋海棠蛮好吃。然后里面是那个微微酸，然后甜甜的，所以它当凉拌菜是不错的。然后你可能沙拉，对，它就是跟那个小黄瓜，这好好吃哦。这真的可以耶。秋海棠不错。对啊，哦。那以后看到邻居家里的秋海棠就可以去给他拿2个来，借我吃一朵花，蛮好吃的哎。它单吃。我觉得还可以，而且它加在那个真的沙拉里面是好吃，莓果很对味。那你吃看煮熟的秋海棠。好哦，我觉得应该变莓酱了吧？对啊，怎么变这样？居然融化。我吃菜跟花。它居然融化了。哎呀，还有我要吃哪一个？好，我吃这样。是莓酱。哦，超酸。酸哦，超酸啊！比生的还酸吗？这么神奇。我觉得它的那个叶子超酸，叶子很酸，应该是叶子带出来的那个酸味。可是我觉得它如果再加点糖，然后把它打成泥。你说对了，我在网络上看到人家做那个蛤啊，就是用这个，然后加糖啊，变成一种像核果子那种。好特别。就第一口吃下去好酸哦。就莓果嘛，所以秋海棠吃起来就是莓果。莓果。对，中间那一杯是那个屏东胡椒，然后有个特殊的香气。可是它喝起来是没味道的哦，就是它这样闻，然后有一点它的味道，可是喝起来是白开水。所以闻有味道，喝没味道。对。会不会是我们量太少？有可能。因为我不敢跟那个教授说你那个全部数据给我。因为那是他们在富裕，在保存台湾原生种。是。因为我刚好去林试所，我去林试所采访啊，所以林试所富裕很多植物。是这样。所以在林试所参观，然后他给我一点点叶子。没有很好喝。好，你走开。好，那我们换一个，谁比较不可怕嘞？鸡脚刺。这个吗？就刺刺的那个，有一个花，里面有一朵花。这个。鸡脚刺它是很有名的药了。但是我们不能讲疗效，但是很有名。如果有兴趣，就搜寻鸡脚刺。它也没什么特别味道啊，但是我觉得闻起来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的茶。你怎么知道？好，我要喝了。但它的叶子很危险。好，那我要喝啦。好。会很像药草茶的。不会，它就是舒服的茶。好喝的。对，等一下，我那边还有一点点，我想喝掉。那对身体很好。它很好喝哎。网络有在卖哦。真的哦。中药行也有卖哦。好，自己去打，自己去买，自己去买。对，自己去买。因为你如果找不到而且它其实野生的很多是不能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好像也是那个有保护的植物。是。那也是林试所的教授给我的。对，很特别，可以让你喝到野生的。对啊。刺葱。
刺葱。啊，刺葱我们平常都吃嘛，我想说喝喝看，说不定味道不错。它味道很重它也是白开水啊，是啊，也是闻可起来是它那个有味道，闻起来有点凉凉的感觉，可是喝起来没有凉凉的应该闻起来蛮舒服的吧？可是它闻起来就很像那个抹药膏凉凉的那种沙龙感觉。帕斯吗？不到沙龙。可是我上次我觉得它味道蛮像黑松沙士、黑松汽水，就白色的那种黑松汽水。哪有啊？我觉得有个黑松味。再说我就要喝完了呢。应该蛮好喝的。很好喝刺葱茶还不错。干杯！干杯！那你吃一下刺葱炒蛋看看，应该蛮好吃的。他是谁？这一个吧？刺葱炒蛋。刺葱它吃起来也不错吧？也是原住民的有名的野菜。原住民的野菜，那就可以吃啦。一定可以吃啊！怕什么？这么有名。而且完全不像葱，它跟我们说的葱不一样，它比较像一种味道。对啊，它有一个味道上来的那一瞬间是那种蛮呛的。你觉得这是呛哦？但很舒服，我喜欢那个味道。我就还是觉得它就是那个药膏的味道。它如果配那个咸猪肉应该不错。他们都怎么做？他们好像会把它跟鱼弄在一起，当香料马告啊，或者是猪肉，就当香料的用。我有看过人家做成烘蛋，刺葱的烘蛋，蛮好吃的，很下饭。那就吃一吃吧。先不要，我还有别的菜。那我们来吃下一盘，就是那个这个，先吃味道淡的，先吃味道淡的，那个这个蜜花柱嘛。好，它看起来很像。他说它的嫩叶是可以炒食当做蔬菜的，然后它都长在墙壁旁边，然后它是一个乔木，它可以变大。等一下，我吃墙壁的东西哦。对啊，你现在吃到墙壁的东西，石板屋的墙壁，那是我去神山部落的时候采的。它其实味道不差是好吃的也是原住民的野菜。是哦。它这个是不是加在那个什么什么糕里面在吃的啊？你说超蛙龟吗？很类似，或者是像他们吃什么？他们吃什么？你上次有吃一个他的好朋友谁？青柱嘛，然后也是超蛙龟的材料。不是，我觉得跟那个不一样。它很像我吃他们那个，我们还阿拜它很像是裹在甲酸浆叶，把它夹在那个里面的那个包的那个叶子吃的味道，就甲酸浆叶，蛮像的就阿拜的味道。对，或吉纳布外面包的那个。对，所以就觉得很熟悉，但是好吃的那味道是好的。不错，因为我刚刚你在炒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是香的，而且我们这样炒，再多炒一下。你有没有吃过九层塔？炸酥的九层塔。就是炸酥的九层塔，它口感是炸酥的九层塔，那还不错啊。好好吃哦。今天采的都不错，会不会是因为我去部落，所以拜托下次都采好吃的，都去部落采就好了。就是包槟榔的时候有一个叶子嘛，然后涂上那个白灰、红灰，吃下去，然后就一个槟榔米，有没有？所以刚炒过这个老叶，我们整个房间里面都是那个老叶的味道，就很像保利达 B 那种感觉。这样吃完槟榔，所以槟榔，我觉得槟榔主要的味道来自老叶，是它吗？是老叶我不喜欢那个味道。可是它炒过来是另外一种味道，变酸酸的。确定呢？好，吃看看。你知道老叶也是胡椒科的吗？跟你上次吃的甲菊是好朋友，应该不难吃。很酸，很槟榔。为什么有人会爱吃这个？就是那种吃槟榔米，而且会有点带苦你不觉得吃到槟榔的感觉？有。那你觉得好吃吗？不喜欢。你觉得它如果加在肉类或者是一些带油脂的，我来加蛋吃看看。三层肉啊，加蛋。因为我刚刚单吃那个槟榔味道就是。其实我觉得它也不是槟榔味道，所以槟榔其实就是老叶的味道了。如果不加老叶的话，就没有那个味道了。
你有没有闻过有吃槟榔的？我知道，我有吃过槟榔，那个味道就老叶。啊，你有吃过？就是老叶的味道。就有人拿给我吃啊，我就咬一咬，就是那个味道，那就老叶的味道。啊，不行啊，这个味道我真的不行太槟榔了。也不是太槟榔，就是它那个释出的那个味道我不行。强烈。而且会带苦。它是一种香料呢，你觉得它比较适合配什么？你觉得这种味道就是配一杯啤酒。要不要给你一罐保利达？不要，啤酒就可以了。乱讲的啦。我不行啊，不好吃。可能喜欢那个味道的就会喜欢。那可能很爱吃槟榔的人会喜欢。我不行而且挥之不去。很强的味道，很强。就是你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。就那个味道一散。对。然后我就一直，它会让我一直联想到，就是以前那个家人有在吃槟榔靠近你有没有抱你的时候，那味道超强。呸，就是那个味道。不行啊。对。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野菜系列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哦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们是探路者，进入你的世界，拜拜。